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上志上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美国梦碎吗？政府关门到现在已经正式的超过40天了，那么现在民怨冲天哦，但是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医疗保费，恐怕很快的就会感受到立刻上涨的压力了。最高幅度会依照不同的州跟这个收入会有所不同，但是最高的幅度甚至可以喊到6倍哦。美国民众在这个时候哭喊说，真的撑不下去了，我们是不是要移民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关心的是民主党的大佬在这个时候在关门之际也倒戈叛变了。我们到底怎么回事？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今天开场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帮我们做解读的。第一个，政府关门破纪录哦，导致华府瘫痪，川普的民调更是一度的不断暴跌哦。那么看到的是医疗炸弹现在全面引爆。美国的政治失能，接下来谁来买单呢？第二件事情，接下来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欧记健保变成了欧记陷阱，尤其几个不同的地方。当中，纽泽西州这个保费一口气暴涨了175%，加州甚至有夫妻，他们是中产阶级，决定要放弃健保。刚刚提到的民主党大佬都带头倒戈让步了，美国人还能够撑多久？最后是从犹他州一直到加州的部分地区，保费不断的飙涨，医疗现在压垮了中产阶级，美国梦正在一张医疗账单里面崩溃。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持续来关心到的是，就在这个政府关门破了最高纪录的天数之际，川普的民调根据了这个媒体做的最新消息，60%的民众其实对川普都是非常不满意的，逼得川普最近喊话快点开门吧，也快要开门了。这一场史上最长的一个政治拉锯战，没有想到我们看到在周日开始出现了一些惊人的反转，他是民主党的领袖舒默这一回竟然是带头倒戈了，带着8名的成员集体叛变，力挺终结政府关门这一件事情。消息一出之后，导致了民主党内部就开始有了许多的批评声音。他们批评舒默啊，说你不配再领导民主党了，你连阻止个医疗费暴涨都办不到，你还能为什么而持续的战斗下去呢？民怨爆裂的背后，其实现在美国民众要担心的就是接下来他们很快的要为这个医疗保费的上涨暴涨全面的买单。最新的民调，美联社做的，60%的美国人现在因为这件事情是感到极度恐慌的，他们担心2026年开始医疗保费将是快速的暴涨，40%的美国人甚至是陷入在焦虑里面，他们认为自己会付不起医药费，没钱看病，甚至会失去医疗保险。在此刻，川普也赶快来救自己的民调，他提出了会直接支付民众医疗保费的费用，并且以他收取关税的收入发放每人$2000的一个费用红利。好，我们节目一开始来请教大使怎么看了？政府关门破了40天，医保很快的就会狂飙了。美国政治是出了什么问题吗？就在此刻，没有想到民主党的大头还跟着倒戈了。美国民众接下来在医疗体系上会承受多大的压力？大使怎么看？这个里面就是说，这是2党的一次对决啦，就看谁能够硬撑下去。当然，最后就是说，最衡量你要支持还是不支持，你是坚持还是放弃，还是考虑到这些目前尤其这些联邦参议员还有联邦众议员，他们自己下一任能不能还继续当选？如果说我今天坚持下去，结果我自己本州的这个受害很多，那这些本州的州民就说，我们选你去当这个联邦参议员，结果你做出来决策伤害到我们利益，那我下次就不投你了。那这一次，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医疗健保的这个费用暴涨的几个州，我看了几个州，很奇怪，都是民主党在掌政的州，涨得最多的 New Jersey 州，这是个标准的一个红州，州长是民主党，2个联邦参议员也是民主党。然后呢，科罗拉多州也是个标准的红州，州长也是民主党，参议员也是民主党。那很简单，你知道现在这个联邦经费不足，最后他为什么叫 appropriation？appropriation 就是说我怎么样来把我的钱怎么样
怎么样按比例支出出去的意思。那就变成就是说，我现在联邦的经费越来越不够，那我就先裁减哪些不重要的钱。所以他在裁减的过程中，事实上川普政府是有所谓的操纵的空间。他说啊，那就这样，纽泽西州的他的这个联邦的这个健保补助，我现在钱不够，先停，先砍你的。那纽泽西就受害很深。那他们回过头来算账，美国老百姓才没有那么党性坚强了。我支持你是因为你给我带来福利，结果我支持你，你害我的这个健保费给我涨了175%，那我选你干嘛？就是你造成我这个，你下一次我就不选你了，我们就换共和党来执政。所以这里面就是硬碰硬，也就是川普跟这个民主党的斗争就是硬碰硬。我到时候看你低不低头，因为舒默会愿意低头吗？舒默也要考虑说，我们再这样打下去的话，我背后的选民不支持我啦，那我下一次都选不上我在那边打这个没有意义嘛。所以这就是美式民主，所以完全到最后就是说，好啊，你要撑就撑。那今天我要知道老百姓不方便，我这个联邦的这个所谓的航空管理的，我就钱少付一点给你，对，然后让你们这老百姓就觉得坐飞机的时候，哇，我等了2个小时、3个小时，看到你们只有这么点服务人，后面排的我飞机都排不上，那最后就来开始攻击。那有的不见得攻击共和党，有些去攻击民主党，因为共和党政府拿不到钱，共和党说因为民主党不给我钱。所以呢，现在就变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变成就是说，尤其是现在关键就是在参院了，对不对？参院现在是民主党，就是说他是怎么样？他这个要4比6之比嘛，也是说你必须要60%的人同意这个有关经费的，那民主党的他就可以卡住共和党，所以当然老百姓会觉得是民主党在卡。是民主在让他卡，所以舒默这些人最后就倒戈了。那当然回过头来还要看众议院了还要看众议院。不过这场斗争也可以看出来，两边的斗争的决心非常的强，宁愿让怎么讲老百姓吃苦呢，最后呢让老百姓去怪你，不要怪我。所以呢，最后舒默会怎么样投降，就是因为他的红州的怎么讲受创很深。那他们这些民主党的这些可能将来在这个红州里面，过去什么铁票区，最后呢下一次选不上了，所以他就立刻倒戈了。所以这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用实力在那，没有什么良心什么都没有良心，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政党利益在那边斗争。所以我看到电视上有一个美国民众讲了一句话蛮有趣，他说现在这个政府看起来是为他自己而存在，而不是为了服务人民而存在。世界上这种政府很多为了自己而存在，跟人民福利无关的政府很多美国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川普在政治上面的一种政治报复手段。但是我们看到两党的斗争之下，直接伤害的就是民众了。刚刚大使帮我们看到几个涨最多的地区，会因为你不同的州，所以你调涨的保费不一样，也会因为你是不同的收入，甚至是这个不同的政府补贴，各做不同样的计算。但是整体来讲，涨最多的确实就是新泽西州，暴涨幅度175%。第二名是科罗拉多州，飙涨了101%。马里兰州因为还是有一些州政府的补助撑腰，所以涨幅约落在30%。赶快来看到3个实际的案例，等一下也会请干哥来带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民众第一线的真实感受。第一个案例，我们看到这一对是在犹他州的夫妻明年的保费他们会从每月495美元一口气飙涨到2168美元，换算新台币，他们每个月这对夫妻得付6.7万台币，只能崩溃喊这彻底毁了我们的生活。第二对也是真实案例，在加州的一对退休夫妻，去年的保费4200美元，明年同样要飙涨到得掏出2600多美元。
26000美元，哇，我还看错了，26000美元。他们说呢，这已经占了他们收入的28%了。另外一对同样也是加州的夫妻，保费从每月350美元飙涨到2000多美元。他们说，干脆考虑移民好了，到一些健保福利比较好的国家，干脆放弃美国的健保吧。而这一场这个医疗的问题，价值2.4兆美元，成为这个两党不断斗争的一个国家级的计划。干哥怎么看美国民众真实的感受？你要知道哈，这个欧记健保啊，就是美国人常讲，它叫什么？可负担的健保法啊，那就是意思就是说，大概你出1/3啊，国家帮你出另外的这个2/3啊，这在美国是一个施行很久的制度。不过，老实讲一句，你自己本身一定要能够独立负担你的那一个部分。那欧记健保法在明年1月1号开始上路，调涨3倍，调涨3倍就是没有道理啊，我就是调涨你啊。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就美国的这种就是医疗保险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也不合理的，因为每个州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这3个案例，这3个案例的保费都不太一样。当然，每一个人的保费本来就不一样，健保保费都有费率的不同，对不对？可是现在对于美国的标准的家庭，你来看那个第一个案例，犹他州考克斯夫妻啊，听到明年要从每月495美元涨到2168，那就是3倍，他说是太可怕了。为什么？因为健保费会彻底摧毁了他们的生活。为什么？因为老实讲一句，如果像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看得出来吗？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每个月是大概500块美元的这个健保费的话，就是一个月多少钱？应该是15000块台币。对，这就是美国的正常一般家庭应该要有的保费的费率水准。看第二个，加州那对夫妇去年健保费4200美金。好，我告诉各位，他一年健保费4200美金的意思就是他可能是在矽谷，他是工程师，他才会是这样的那个保费。对，那去年要4200美金的话，大概等于12万台币，对不对？那但是到了明年，因为我刚才讲欧记健保要涨价之后，暴涨到26000美元的话，那是多少钱？26000，那到了70万台币了。那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那只有独角兽的这些企业员工，他才有办法支撑嘛。只有几个独角兽的企业员工，你知道，这根本一般老百姓负担不起。所以这个第二个案例哈，他如果是一年要付226000多美元，已经占据他们整个年度收入的1/4了，这不可承受之重。这是第二个案例。所以不管是高的低的，你都碰到像这样的事情的。还有一对加州夫妇，他也是普通的，他说他每个月是350块美金到大概2000美金这样子。那他们决定怎么做，你知道吗？就是我不要健保了，我不参加，不参加怎么办？不参加你就要靠自己。对，我就是靠自己，我靠积蓄，靠自己的积蓄，然后开始跟那个圣母玛利亚祈祷说，我不要中风啊，我也不要突然得心脏病。有一对都是货车司机的夫妇，他们就这样，他们也是一样放弃了，我不要。为什么？我们就用我们的积蓄支付，因为我们付不起。美国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是属于很普遍的状况，170万户家庭受影响，大家就知道，光是这个健保已经让美国一般中产阶级负担不起了。是，好，那上志哥又怎么看？现在目前美国面临的问题？我们都想美国梦，美国梦哈。过去其实美国梦目前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它是追求成功的。美国梦当中不太描述或者去接近那些失败者的价值。我让大家现在刷短视频，经常会看到现在美国非常红的网红，他干嘛？他就在路边假装穷。那么有一些很穷的人，甚至一些无家可归的 homeless 来接济他。然后他其实说实在，你说他真的能帮助所有这些 homeless 的人吗？没有。要 homeless 这一些当中很努力的人，然后他会帮助他，然后也会集结很多的捐款。
所以说，美国梦其实对于失败者当中，也要失败者当中很努力追求美国梦的人，才会获得整个美国人一般的共同的接济哦。我想我们在这一次的联邦政府关闭期间来讲，都知道，其实眼前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食物。因为只要一天没有吃东西，没有东西吃，活不下去了，整个家族活不下去了。所以呢，即使在先前最欠缺或政策当中一度有中断的时候呢，各州也是想尽办法用州的费用先来垫支哈。所以救急这件事情是有的，但是可以看到美国的总体的福利政策，包括现在我们刚刚讲，在整个参议院当中，原先在搏斗的所谓的欧式的健保政策，对于中低收入当中的健保的支付当中，目前其实只是往后拖延而已。所以其实我们就不只在看说，到底美国梦当中所形成或美国这个国家当中供给国民的是什么？我觉得大家越来越迟疑喽。美国不是很有钱吗 ？GDP 这5年每年都还是很厉害的上涨。可你看，钱在哪里啊？都在有钱人、富豪，包括 AI 辉达的手里啊。美国这个政府不要忘了，它现在其实36兆。美元的部分呢，其实的赤字都不知道怎么还了，所以不是很有钱吗？政府这么亏，所以你就看现在这个整个跟我们现在想象中，比如中国现在有钱了，北欧国家有钱，北欧能够做很多的福利政策贴补你，什么东西教育啊、医疗都没急。这个中国的部分就基建放大招了，什么东西都是很便宜，亏本也无所谓。所以在美国梦所建筑的没有福利，没有基建，那这个 GDP。到现在还是涨，这5年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看对比当中，这5年当中，美国的无论电力也好，也没有新的建设，各式各样都没有。所以他看到的其实就是还有华尔街股市当中的这一些 AI 当中资本的部分泡沫垫高了它总体的 GDP， 所以更不要说在民间一般弱势民众能够拿到什么样真实的帮助呢？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我们持续关心到的是中美之争，在这个川习会之后，没有想到真正的大戏才刚开始。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习近平的战略布局，一手呢买大豆来设局，但是另外一手反逼川普吞下港口费，还让美国背上了20兆美元的定时炸弹。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来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的。确实哦，这一招习近平下的蛮绝的。表面上说要美国呢来开始我们中国跟美国买大豆来装和气，但是其实是在挖坑给川普跳吗？因为美国的大豆经过税后，竟然还是比巴西的大豆贵了13%。大家在看说，中国是真的有想买美国的大豆吗？还是呢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再持续的逼川普再让步呢？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中国方面是以贸易为杠杆，逼川普暂停的港口费。就在此刻，美国工会也跳出来怒批了，川普啊，你这样子对中国让步是出卖我们的造船业。那么大陆等于是反掌握了航运的话语权吗？最后我们来关心到的是，最高法院持续在审理有关于川普的关税是否有违宪的这个问题。那么最新消息呢？川普的关税如果确定是违法的话，美国得多吐回20兆美元的金额。川普说了，这对国家来说是安全上的大灾难。因此呢，他另外一头持续发2000美元的大红包，希望能够救自己的民调，真的能够做到吗？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在川习会之后，大陆的动作非常的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背后有哪些杀招？今天我们首先看到第一招，就是由中国海关总署最新的宣布，要恢复3家美国企业的大豆出口的资格，并且解除部分的木材进口的禁令。那么也会停止加征10%的关税。但是重点来了，中国对美国大豆的关税还是有13%，等于说巴西的大豆价格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专家不预期中国接下来会持续向美国来购买大豆，真的是这样吗？大使怎么看习近平这一招是要逼川普再做更多的让步吗？怎么看？其实他们这个外面的报道，他们的协议基本上它有一个时间跟量的一个协议了，也是中国大陆要在最后2个月至少才买1200万吨嘛。
那这是一个数目，我想也就美国人来讲，他一定会有这种期盼，或者甚至有要求，双方应该有默契。所以大陆决定买美国的大豆，应该是一个政策性的决定，那也会有政策性的进口。那不过你进口商当然不可能让你去赔钱啦啊。不过就变成就是说，我想政府一定有政策会让这个对美国方面的谈判的一个结果获得落实啊，不可能说都谈好了，川普也在外面讲了。就2个月以后说，一颗大豆都没买啊，那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也很难对外面这个尤其对美方他展现出这个所谓的他的气魄嘛，对，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基本上还是会尽量的落实可能落实中间会有很多的问题出来，那这些问题还需要双方继续去谈。那我对美国的这个大豆农夫来讲，大豆是不能等的，有些你要收还是不收的。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决定的话，对川普来讲是没有帮助的，因为现在很多大农他的豆子还在田里面，马上开始下雪了，你这些收还是不收？对。然后呢，你收了这么多，你还没有这么多地方可以储存呢。上次他已经那个豆仓年久失修都爆了。所以它这个是相当急的。那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的问题，基本上都要从源头开始，因为领袖决定的事情，下面才去怎么样，才去执行。所以他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在执行，我们来检讨我们执行上一次中美元首会谈中对于双方贸易的一些原则性的决定的执行方案。所以他们常常3个月有句式，就是如果说元首讲好的话，下面就是要执行，问题一定会有。可是呢，我自己认为就是说，既然是解决双方贸易都有让步的话，那这是中国大陆对美国的一个等于一个让步。那么美国的话，事实上的话，他也做了蛮多的。他本来对中国大陆所有的这个商船中国制造商船，它都要征港口捐呢。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现在美国就把这个退了，所以双方各有让步。那如果说在执行上出问题的话，我想会出现很多纷争的。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个既然是双方的承诺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一定会去做到。而且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我看过去的资料。这个大豆不仅是只是食用的问题了，就是说当做让民众饮食，它也是制造生质柴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料。是，所以既然就是说当做能源的一个来源的话，我想这些量的话，对中国大陆来讲要消化的不是问题。好，这一场中美之间的关税战，在 APEC 之后，我们看到中方是立刻做出了一些初步的让步，在大豆上跟美国开始做一些的购买。那么美方则是在港口议题上对中国大陆来让步，双方稍微都各让一步。我们持续来看到，确实现在白宫呢也最新公布了跟大陆就经贸关系达成的最新情况，也就是呢，在2025年今年的最后2个月，中方会购买1200万吨的美国大豆。那么明年呢，一直到2028年，也说了中方会购买不少于2500万吨。当然了，习近平就说了，我们买这么多的大豆，总是要有船来装吧。刚刚说了嘛，这个2年之间，2026到2028不少于2500万吨，他就说了，至少需要150到170艘的巴拿马型的散装船才能投入啊。那么运力需求呢，预估会提升大约8%到10%。因此，我们就看到了，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美方决定要暂停对于中方的相关的船只港口费的审查，也搁置了这些针对造船业跟海事的双方的调查，为期时间长达1年哦。那同时间呢，这样子的一个让步一出来之后，美国的工会尤其是钢铁工会就怒批川普，他说：“川普啊，你出卖了美国的造船业，让中国可以继续的垄断在海运跟造船领域。”上志哥又怎么看？首先讲一下这2天的大豆啊，这2天在美国的亚特兰大的这个一个农业的一个机构就这2天，然后呢大举的对于中国大陆嚷嚷说，你如果没有在2026年购买2500万吨，我是指就明年他就说美国应该要继续发起关税战，这是农业的组织就现在才开始，中国大陆要恢复采购大豆。
民间机构里头这么嚣张的也还是有啊，所以这里头其实也引起大陆很多网民当中很愤慨。是，但我们要知道，其实中国大陆的采购大豆，它不是民间采购，它是国家采购，是中粮这家上市公司、国企上市公司统一采购的。所以目前知道的，比如说包括我们知道说先前说100多万吨的，已经确定有订单的，人家也不是傻傻的就买，单这100多万吨是12月采购1点。2月跟3月陆陆续续采购1点，要确定说至少这3个月美国有信守川协会的承诺，所以人家就很聪明了。当然，就如同刚刚讲，我们过去现在川协会觉得大豆这个小猫咪根本不占这个部分，有什么好特别谈？为什么要谈？就刚刚其实思敏提到的，因为大豆跟农民有关，运输大豆就需要船运，而船运这一点刚好就可以打破美国先前禁止中国船只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困局。所以我们现在终于搞清楚了，原来大豆中国让步是因为用这个来突破有关于美国方面船运的这个技巧，所以这个谈判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回到船运，我们就讲说，其实美国各方面来讲，早先其实是因为以军工业为主，他们要跟南韩，要让南韩帮他们造军舰这件事情，跟包括其他可能潜艇跟军工业的部分，让美国方面的钢铁业的部分非常非常生气。所以这股怒气其实是延续下来的，最初是这一点，就那么大的订单要造，难道我们美国工人没有办法造这些船吗？而且这个订单都是上百亿的美金的部分的订单呢，所以延续到现在，我们看其实大豆这个船的本身只是这股愤怒当中的延续而已哈。所以这里头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就是在旁边看。那终究是你美国政府之间的问题，而且很多可能是出气筒是出去到南韩。那中国大陆的船运因大豆运输跟相关的船运，这个关税只是边缘的这个小猫咪而已了啊。不过我们必须得说，这里头非常值得注意的部分是，中国大陆的这些让步，为什么在川协会之前那么样的强硬，包括稀土的强硬，为什么川协会之后感觉起来好像大松懈？是先前是装的吗？我想只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其实现在对于中美之间不能只看眼前谈判的结果，在研究川普政府、研究共和党、研究美国整体的对中国的部分的长期竞争，尤其涉及到制裁战这个部分来讲，其实是中国大陆长期的战略。有时候前面很紧，川协会松一点。可不是让步哦，而是在松紧当中来了解美国在处理各种的制裁有哪些牌，感觉起来牌要丢光喽。而且这里头松紧的面对，其实看美国的反应。果然，你看贝森特回去没2天就在那边就是很不安，会有很多狠话就出来了。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中国大陆在寻求长期对美制裁战，比如未来如果两岸战争或等等的，也会有制裁战。他把后面的制裁战拿到先来演练，把美国的牌全部逼出来。这是我们在看现在大豆跟船运当中背后深层的意义，大家要同时了解。好，那这一场中美之间的关税战，大家在看说，不管是大豆或者是在造船业，美国民众的感受就是说，好像美国也没有大赢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川普的压力除了来自于外部的这些议题之外，现在大家就在看说，你一直主打的这个关税战，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也没有大赢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最高法院啊，持续在审理有关于川普的对等关税的政策。那么最高法院认为他有违法啦，但是呢，现在确定的事情是，如果一旦确立真的败诉的话，美国就必须要退还20兆美元的关税，再加上投资的收入。川普说了，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对于国家安全来说是一场灾难。所以他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到他，因为他的民调大跌哦，他在计划要抛出关税红利，也就是说拿到的关税会发给每一个人，除了高收入所得者，那么2000美元的一个收入，这样子就能够安抚民心吗？那如果这个关税政策翻车的话，20兆美元要退回来，是否如川普说的危及国安？干哥怎么看？不会啦，其实我跟你讲，川普还有另外一招，他有 B 计划嘛，对不对？但是他在任内他一定要这样做下去，为什么？人家记者就问他说：“你认为这个川普，我们在这个关税战之中，如果我们打败的话，美国人民要负担多少？”他说：“啊，这只会负担一点点而已。他的一点点哦，对一般家庭来讲，可能会压垮他们的生活。对，但是他当然要这样讲啊。你要知道，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跟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都已经判他你违法了。
你就算援引1977年那个时候的叫国际经济权利法案，也不是身为总统可以一意孤行就加征了各国关税从15%到50%，像这样额度的，这不是你一个作为总统人可以一意孤行的。但是他已经做了，那他做了怎么办呢？他只好告诉你说，万一美国因为关税战被最高法院宣判败诉，要赔20兆，赔20兆不是你看得见的钱，还有看不见的是相对的投资，那还要再算进去，那就不止20兆。美国国债现在已经37兆了，你要再加上去吗？那就天文数字了。那可怜谁？可怜就是下一代。所以啊，美国的那个就说他的这个债务到底怎么样？那个川普就讲了，很简单，我们现在已经有收入了，对不对？我们对巴西、中国啊、加拿大等地方，我们所征到的这个关税呢，我们先发给中低收入户，啊，这个一户发给$2000，哇，听起来好像很多的样子，而且排富，就是说多少收入以上的人，这些富有的人拿不到，我有排富条款，啊，这样听起来好像皆大欢喜，对不对？可是我请问一下，你这个$2000是每个月要发吗？还要发到什么时候？他根本没有明确的决定，也许发1个月就没钱了，就跟现在联邦政府没有预算，因为政府 shut down 是一样的道理，到底要发多久不晓得。川普他就是从来讲话没有负上任何责任的，所以前WTO 的那个秘书长拉米他就讲，他语重心长，他就讲，我说他说川普你要是要这样继续玩下去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啊，将来这个已经是变成大国之间的供应链之战，也就是说你现在只是看起来是中美贸易战，可是我可以告诉你，50年后，就是说这未来的50年，通通都是大国的供应链之战。很简单，就是什么稀土之战，对，晶圆之战，晶片之战，高科技 AI 之战。美国，你确定你能够打赢吗？这就是重点。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国际震惊的消息，是川普要邀他的前恐怖头目正式的进白宫。美国翻脸拉拢叙利亚的原因为何呢？等一下会做关心。另外一回，中国大陆方面，习近平则是反手出击了，他的秋季外交包括了欧洲、东南亚国家都排队要投靠中国，中美两大在外交上面的势力，等一下竞争一起来做解读跟关心。好，我们赶快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哦，叙利亚的总统夏拉，我们来看到11月10号在白宫跟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这个叫做历史性的会谈。之所以叫做历史性的会谈，是因为这位夏拉来头可不小，他是当时美国悬赏1000万美元所要捉拿的对象，他是伊斯兰的圣战士。那么过去他所领导的萨姆解放组织曾经跟盖达组织是有所关系的。那么时序我们来看到，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才终于从美国的恐怖组织名单中把它给移除了。那么如果这一次夏拉，你看到这一次做了这个访问哦，等于说是从1946年以来，叙利亚独立以来首位访问白宫的叙利亚的重要领袖。我们来看看 BBC 怎么做分析。他说呢，这一次叙利亚的领袖跟川普做了一个这个访问哦，等于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美国跟叙利亚之间在军事上面的合作，叙利亚即将加入美国防堵 ISIS 的国际联盟，那么美军还会进驻到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的空军基地，对于美国来说将会是重大的一个外交政策上面的转向。过去的通缉犯怎么一下子转身变成了白宫的座上宾呢？美国这一次拉拢叙利亚反恐是安全上面的考量，还是他想要掌控在中东地区的战略要地，是想要围堵不管是伊朗或者是俄罗斯吗？大师怎么看？我想当然是安全考量了，还有就是围堵，尤其是伊朗啊。那事实上的话，对美国来讲的话，说敌人变朋友，朋友变敌人，是家常便饭啊。
外交怎么能说永远是敌人呢？对，永远是朋友呢？对，外交是以你国家的利益考量啊，你永远把别人当敌人的话，那最后吃亏的是你。对，情势变了就可以变朋友。有人把人当朋友，人家把你都卖掉了，你还说是朋友？对，比如说美国现在抢我们1650亿，你认为他是朋友的话，你不能把他当作对手的话，那吃亏就是你自己嘛。所以这是外交的本质，就是要因时而因地因人而异啊。对，同样一个人，可是时间变了，地点变了，那敌人就可以变朋友啊。对，没有人说美国是永远的朋友，没有一个国家会这样子。当美国变成来抢你的钱的时候，他就变成敌人了。对，这是很明确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美国今天在这个白宫啊，欢迎夏拉过去就是盖达基本上就是过去把美国这个纽约的这个世界贸易炸掉了，那是过去啊。现在他们需要夏拉，为什么？因为夏拉基本上的话，他率军打入到这个巴格达的时候，他发表一个演讲，他谴责伊朗是一个什么宗派主义，他们是一个所有腐败的根源。所以呢，因为叙利亚过去是跟伊朗是兄弟国啊，现在因为夏拉的话，叙利亚变成伊朗，把伊朗视为这个所有腐败的根源，那正符合美国的对伊朗的政策啊，所以当然要拉拢这个人啊。那另外一方面，他事实上的话，你知道过去叙利亚一贯亲哪一个国家？他是苏联的盟友啊，从苏联时代到俄罗斯时代，俄罗斯的海外军事基地不多，可是在地中海它有2个军事基地，一个是叫塔斯图尔军港，在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就是在地中海边，另外还有一个军港有一个空军基地叫赫梅敏空军基地，都是俄罗斯在地中海地上重要的军事基地。那虽然这个贾拉他已经去过俄罗斯，去过莫斯科了，他已经跟普丁讲说，你这2个基地我都会怎么讲呢？都可以继续存在。虽然在发生内战的时候，当时俄罗斯派驻在叙利亚的这个空军飞起来是炸贾拉的部队啊，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帮助政府军，也就是阿塞德政权，阿塞德人父子2任长期在叙利亚执政，俄罗斯是支持他的。那被贾拉推翻的那个阿塞德政府，那个阿塞德人现在住哪里？现在住在俄罗斯啊。对，所以呢，俄罗斯同样我还是支持这个支持什么？可是支持阿塞德，可是贾拉来找我的话，我也接见了。这就是外交。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那对美国人来讲的话，先切断伊朗在整个中东地区最重要一个盟友就是叙利亚，切断了叙利亚跟伊朗之间，伊朗这个所谓的什叶派的一个新月的一个王国那个新月下来，透过叙利亚再往下面是谁？是黎巴嫩啊。黎巴嫩对于这个以色列最大的威胁是什么？真主党，真主党也是这个什叶派，回教什叶派的进度。那他的给养，他的这些飞弹啊，他的火器啊，这个过去从哪里？从这个叙利亚这边过来啊。那现在把你这个叙利亚把它切断以后，那真主党他也就孤立了。所以美国当然是从这个战略考量，情势一变，敌人杀得血海深仇，可以立刻坐下来怎么样？拿香槟酒来干杯啊！看的是什么国家利益啊？对，有利益就可以交朋友。所以对美国来讲，你不要以为美国的朋友都是永远是朋友，有些过去这个亲美政权的头被美国 CIA 给干掉，那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只考虑自己国家利益，没有其他什么事情，没有什么其他考量。好，美国基于安全上面的考量，国家安全这次看叙利亚做朋友要围堵，不管是伊朗或者是黎巴嫩真主党是下一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那中国大陆方面呢，他现在交的朋友，尤其是习近平现在展开所谓的秋季外交，2个国家今天我们会特别来做关心。第一个就是西班牙，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关心到的是泰国。先看西班牙的国王，这位是菲利佩6世，11月10号正式的他飞到了大陆展开他登基以来首次的访中行程。他在成都先参加这一场中西的经
经贸论坛，接下来会转往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双方预计会签订很多的合作，那这当中跟影视也有关系，跟农产品的全面贸易也有关系，被视为是中欧关系解冻的一个重大的信号。接下来中国会把西班牙视为是一个外交跟商业上面打入欧洲的一个重要跳板吗？尤其是这个中美在对抗的一个格局之下，尚志哥怎么看？这2天在微博热搜出现了西班牙国王伉俪，谁呢？就是他的王后叫莱蒂西亚，她在出席场合当中一身黑，黑色套装、黑色包包，全身都黑，但是气场十足。那西班牙的王后向来就被视为是全欧洲最美的王后，跟斯米一样，以前是新闻主播出身呢。所以呢，她这次这个气场刚好随着国王一起来，引起大家的关注哦，时尚感十足。所以刚好也让这一次的此行当中新添了很特别的话题。但我们知道，其实中国跟西班牙的关系在2024年前2年是很恐怖的。为什么呢？一开始有2个，第一个部分是华为。华为的部分的他们使用的东西，当然这几天欧盟也在逼全欧盟的所有的国家要把华为的通信全部去掉哦。那么西班牙也被盯，因为过去西班牙是用华为的通讯设备。除此之外，当然就是先前新能源汽车，在去年的这个战争当中，西班牙是最早跳出来说，对，这个能源汽车很糟糕。结果后来被中国大惩罚，包括了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西班牙3个东西是农产品啦。第一个部分就是西班牙的猪肉，尤其它的火腿、橄榄油跟另外葡萄酒。所以后来在真的是惩罚之后，西班牙赶快调整，马上就弃权了哈。所以这个部分调整很惊人，而且调整之后，中国马上给予回馈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回馈当中，就是这1年非常非常惊人哈。首先就是说，我们看2024年现在陷入低谷，可是一下子就是最先反弹。反弹的关系应该是所有欧盟国家当中跟中国反弹最好的就是西班牙。也为什么这次国王跑来？我们看今年的第一季呢，相较于2024年，其实中国跟西班牙的部分的进口贸易，我们看数字啦，大概就500亿美元，听起来没有很多哦，但是呢，在今年第一季整个成长了24%，然后后来每一季、第2季、第3季都还是20几%，是因为等比的部分成长，所以我们看背后是什么？除了中国不只是开放了原先既制裁的刚刚讲的这些猪肉啊，包括橄榄油跟葡萄酒之外，而且还扩大了很多的投资哦。我想其实大家注意，这里头就刚刚其实思明讲了出口，中国大陆后来发现，因为西班牙就是一个农业出口国家，所以它其实工业各方面制造业都非常落后。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其实在过去谈的部分，恰好就是在这2年，特别是经有大笔的推进，其实包括了什么？因为电商，很多中国大陆的电商要进欧盟、欧洲的国家当中，以西班牙做他们的跳板，总公司、欧洲总公司设在那里，对，有电商就有冷链。有冷链就有很多的工业就导入，除此之外也包括中国大陆在那边投资了新能源的产业园区，这里包括也宁德时代对于新能源的零组件。不是做全部啦，一些零组件要补充的也都在西班牙设厂，因为那边就有农业嘛。所以西班牙因为中国引进了这些工业跟制造业的时候呢，其实刚好就可以弥补，然后来交错。西班牙国王这次后面还总讲北京会拿到更多的优惠，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中国会开放牛肉。也开放樱桃，这已经是定了。所以到北京之后呢，应该会拿到更多的中西的合作的更多的贸易数字。好，我们这次看到这一次中国大陆跟西班牙的合作，也算是透过西班牙，中国大陆正式的再次的打开整个在欧洲的一个大门哦，商业大门。那另外一方面，在东协国家这边也有所进展。刚刚说在秋季外交嘛，除了在欧洲国家，我们看到东协这边11月13号，另外一场重要的会议就是泰王了。泰王自己亲自的展开了对中的国事访问，这一位是泰王瓦吉拉隆功，这也是中泰建交50年以来泰王首度的访中哦。那双方会展开的合作，包括涉及到天文啊、机器人啊，甚至是文化、软硬实力等等。另外一方面，这个挪威的外交大臣也在这个时候本周抵达北京，会来做外交。首次的有泰王访问大陆，显示中泰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吗？这一次习近平的秋季外交攻势主轴，干哥又怎么看？好，瓦吉拉隆功哈，这次访问中国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50年来，泰国王室没有到中国正式访问，为什么？因为泰国跟台湾的关系比较密切，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1963年的时候，也就是长达60多年前，泰王蒲美蓬到过台湾来访问，从此以后中泰的关系就很不好，就是国王都跑去那边了，然后为什么这么中断那么久？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问题就出在瓦吉拉隆功身上，现任的泰王身上，因为现任的泰王他在泰国的时间根本没有多长，他一直在巴伐利亚。他在他的别庄里面、古堡里面，瓦吉拉隆功是全世界现存的君主立宪国家的君主里面争议最大的一个人。这一次他去出访中国，对他而言是重新洗白的好机会。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早年的争议非常多，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因为我们也不要在这边批评他早年的一段荒唐的历史就对了，因为他以前都不回国，不履行他作为王储的责任，等他父亲病逝之后，他才准备回来。那这次他访问中国是为什么？因为皇太后施利吉上个月才刚过世，过世之后，其实泰王现在非常需要营造他亲民的形象啊，不管他当年，他现在也已经非常有年纪了哈。虽然说之前有一段荒唐的岁月，可是他现在必须要重新塑造他亲民，然后对于国事非常的重视，然后跟外交上面能够建立一些功勋，让民众都看得到。虽然太皇只是一个虚位元首，但是太王在那个国内的他的就是说他们的那个的看法跟评价是蛮高的。也就是说泰国1000多年历史以来，他们对于王室都是非常尊重的，而且你不能够冒犯王室。我认为这个瓦吉拉隆功他这次要前往北京啊，该看的都会看，什么航天城啊，还有什么人形机器人啊，还有什么故宫博物院，他都会去看。那我是觉得说，他一定会留下很多影像记录，让大家还有包括国际社会，还有他国内的人民都看到，他已经重新塑造了他的一个形象，可以增加他很多的分数，可以以后在将来对于重建泰国王室的形象非常有帮助。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科技上，小鹏推出的这一款 Iron 女机器人走猫步的黑科技震惊全球。我们要来看到小鹏推出的，等一下会有影片，全新一代的这个人形机器人 Iron 呢，它是以高度拟人的一个猫步行走在世人面前亮相。那么它的拟真度非常的高，这一位身高173公分，体重70公斤，穿着银白的外壳，步伐轻盈到不真实，大家还以为说会不会是真人在里面。外媒都惊呼里面是不是藏了人？根据了解，他在这个公布的时候，他在走这个猫步的时候，还造成了这家公司的股价下跌，大家觉得说它是假的。不过在剖开之后，才发现是真的耶。那么，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好，就是为了要直接打破外界对他的质疑哦，所以小鹏是直接上传了一段影片，解读这个背后的黑科技，解开这个黑机器人这个机器人腿部的这一些结构之后，露出了它里面的结构跟肌肉、骨架等等的关节，发现真的它不是真人在里面，它是真实的机器人做成的一个物件呢。那么小鹏后来股价也涨回来了，我们赶快看到它内部有哪一些重要的黑科技，包括了有仿人的这个脊椎、仿生的肌肉，难怪看起来这么真实，还有头部的3D 曲面，然后关节都非常的灵活。根据了解，他们使用的是自主研发的 AI 晶片，里面有31个 AI 的参数，可以实现不管是语音上面的互动，或者是新智能的系统环境感知，总之就是跟 AI 有许多相关联。干哥怎么看？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好，小鹏这个机器人推出了哈，我这个影片我看了10遍，我一直要找出里面有没有什么蹊跷跟端倪。为什么？
因为你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它能够进步到这个地步的话，那它将来对于在军事科技以及各方面，它都一定有很大的贡献。我们刚刚看到的画面叫做猫步，什么叫猫步？就是很轻盈的画面，就它走过去的时候，好像有非常的缓步，但是又好像很轻盈那种感觉。它完全颠覆我们对一般正常的就是机器人，它应该是像比如说，它可能它的动作都是一格一格的很僵硬，对不对？你现在看的好像它 smooth 多了啊，因为它为什么？他说很简单，我有82个关节的自由度，然后呢，配备关节节能的实现手部22个自由度的精细操作。其实说句实在话，这都建立在什么上面 ？AI。如果你今天没有大数据来去支撑它的话，根本做不出来。那所以何小鹏就干脆我把衣服剪开给你看，从里面一看，哇，我们真的看到说这不是真人躲在里面，因为我们始终会有这样的怀疑。但是说句实在话，它还需要更多的验证。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讲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形机器人，它到底能做什么？很多网友上来调侃他说：“拜托，那个何董事长，你有看到我们网络上面，我们都是这种人形机器人或者是机器狗机器兵都可以打仗了，跑得比他快得多。那我今天就要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请问何小鹏，那种机器人比较实用，还是你这种机器人比较实用？这是一体的两面。你今天能够用这样子，你知道这个机器人的研发成本是多少？1亿人民币。做出来之后他要做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结果他说，他要先从机场或是捷运的售票服务开始做起，还有居家服务开始做起。为什么？他是为长久、更远的路来铺。他希望能够做到导览以及服务以及相关咨询这些，他能够做到不是单纯的机器那样子的回答，而是像真人一样能够跟你侃侃而谈。这样子在未来的世界里面，他看到的是商机，因为他的小鹏汽车一年在全世界的那个产值大概是10兆台币，10兆人民币，但是呢，他认为他的机器人将来可以创造20兆人民币的产值，所以他认为这个就是未来。至于机器人能不能够到未来，像将来它真的能够在真的很多应用领域上面被成功的复制，他认为那个是未来5到10年以后的事。小鹏汽车它一定做得到。我认为它有点在商业上面是有点这个怎么讲，就是在赞美自己。可是我相信如果他有他自己的远见的话，有一天很可能会达到他的目标，也实现机器人真的生活化与应用化了。好，确实小鹏在商业上面非常的有企图心，所以他也正式宣布他要量产。那么刚刚干哥也帮我们提到了嘛，量产之后要取代的3大职业，除了这个企业的导览员之外，还有汽车的销售助理跟这个博物馆人员的导览等等。那么马斯克就这样称赞，他说特斯拉跟中国公司将会主导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市场，其他的公司实力都没有办法比的。那何小鹏也快速的回应说，我们相信 Tesla 会做得更好，期待有更大的成功。这个中美之间在机器人的这一场之争中国有可能领先美国吗？唱诗哥怎么看？这一次其实何小鹏跟那个马斯克他们互相赞美，这还是比较罕见的距离上一次这个马斯克这么样的暗赞引起讨论的话，就是当时机器狗的那个时候。所以，而且这一次他不是在公布的时候，是针对他刚刚讲剪开他的画面，看到他的这个脊椎关节跟肌肉的构造之后，马斯克暗赞那马斯克还特别有留言，他提到说他非常尊重中国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发展，而且他说他认为特斯拉跟中国将会一起主导这个机器人市场，所以算是给予很高的评价我想这里头也包括了这个不同的审美，走柔性路线，跟现在全世界机器人发展都刚性打拳跑步，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其实何小鹏跟特斯拉是什么？他们都做电动车的耶。为什么电动车同样都在发展做机器人？所以很清楚我们看得到，它其实要做个大的生态圈。所以这里头，而且技术当中可以互相的部分的转用那所以这个部分的做法里头，其实是不只是单独针对机器人，是整个以电动车发展出来，包括干哥刚刚讲的
全体的生态服务，乃至未来你可能车上的部分也可以做一个机器人辅助你的老人走出去哦。可是然后你机器人没有跟你的话，在你的车上那个机器人还继续大数据 AI 还继续跟你对话，所以这样子的生态看起来，其实马斯克之所以他做机器人跟何小鹏一样，而且何小鹏也在回应马斯克的称赞的时候，就说他一切都是师法特斯拉。都是司法马斯克，所以等于是把他现在的一切好像都是跟特斯拉学的。当然你说何小鹏就是跟随者嘛，也不尽然，因为毕竟何小鹏汽车现在已经做飞行汽车了，这点是赢过特斯拉的啊。所以我们讲，其实中国大陆的机器人的发展中，最近这几天中国大陆进行全运会，这里可以看到。国家重要的部分也安排机器人跑圣火接棒，所以这个地方不只是何小鹏，全中国现在在所有机器人应用的场景。从国家最重要的这样子的场合，乃至于民间各式各样，我讲一个还是蛮尴尬的，就是说最早用仿真机器人其实是情趣商品，情趣商品的娃娃直接就导入类似像机器人，而且现在机器人当中也把情趣商品的这种所谓细胶的仿真的皮肤跟造型套用在机器人。所以现在机器人这件事情不只是这些技术关节，它是各种领域跟应用情境在互相交错。这就是中国现在机器人发展就是十面埋伏、十面全开，跟现在在美国只有我们也能看到以包括马斯克的特斯拉跟少数这么几家自己努力的来搏斗在机器人发展当中是完全不同的。那么2025年我们现在到年底了，这一年我们都看到机器人相关的信息，可到今年年底。你不得不说，中国好像在很多方面已经领先到个地步了，难怪马斯克要按赞了。是好，中国大陆在发展多款不同的机器人。那同时间，我们看到小鹏也定出了2026年的量产，那么他也邀请全球的开发者一起来加入他们的应用生态圈，让机器人可以完全的走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过，它首款设计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女机器人，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考量？大使又怎么看？让我们讲机器人的话，就是用机械代替人做一些事情啊。可是它这个产品叫人形机器人，它跟一般机器人不一样，还有机器狗，可是这个人形机器人，所以它是要模仿人的动作跟功能的，所以它的这个难度是更高的。当然你过去看它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它基本上它是仿人的动作。可是性别上都以刚硬的男性为主，对。那他这次设计就是以女性，因为人就有两性，有男性跟女性，所以他是朝女性这个角度去设计一个机器人，所以走路看起来姿态真的很像一个真的女性。另外一方面，他在他的市场区隔，我这个人形机器人出来的，我要卖给谁，要做什么功能，他也讲了。你刚刚也提到了，他说，比如说博物馆、展示中心的导览人员。你会发觉这些工作在实际的人类的社会里面，好像大多都是女性在从事嘛。那这个它可以有一个市场存在。另外，他也提到，比如说交通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导寻员啊，还有这一些在现实人的社会里面，以女性担任的这些工作。汽车销售助理。汽车销售者以女性比较适合，因为女性是比较柔美的这种特性，所以它事实上是。考虑到为什么要有这个设计这一型的，它的市场在哪里？那所以我觉得，它不是完全做一个学校里面的实验室，它已经考量到市场。那他觉得你将来如果说导览员都是搞这个语速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可能太刚硬了。对。那我今天我这个小鹏，我就设计一个完全女性的。不过他又往前跨一步，我觉得不仅是他性别上有了一个区隔它里面用到了人工的骨骼、人工的肌肉，还有人工的仿真的皮肤，所以就真正机器人化跟真正的所谓的人形机器人，它会跟真实的人会越来越接近，而且它这里面我看它还有一个脊髓骨。所以它将来人的这个动作，它有一个脊髓，它将来脊髓骨在更健全的时候你会发觉它可能有一天，真的我们坐在跟一个人在互动的时候我们会后来搞到最后才说你是人形机器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对不对？